感谢神哈，我们又在一个美好的主日相见了哈，好久没见大家了哦，大家见到我开不开心？啊，我见到大家也很开心哈，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哈。这段时间呢，咱们教会一直在分享一个系列主题啊，咱们一起来说啊，来，圣灵超自然的新时代，带我行走在神的大能里。哎，对啊。我们已经讲过好多讲了哈，主任牧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讲到了圣灵是什么啊，圣灵的9种果子，圣灵的很多很多。相信呢，通过这么多的分享啊，大家现在对于圣灵的认识和了解，肯定是比之前多了好多了，是不是？那我们都知道呢，圣灵是圣父、圣子啊，圣灵三位一体的重要的位格之一啊，他们是共同的一位神。那我相信，既然大家对圣灵的了解多了，那对于神的了解肯定也比之前多了，是吧？以前在你的心中可能觉得啊，神是什么，神是什么，但是现在呢，再问到大家这个问题，有可能大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哈。如果现在我问大家说，现在啊，在你的心中，你觉得神是你的什么？大家会怎么说哈？我选2、3位代表哈来分享一下。我们选几位弟兄，选几位姊妹哈。我们这个先请我们的这个陈辉弟兄哈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哈现在在你的心中，神是你的什么哈？引路人，是你的供应者，阿们，非常好，谢谢。好，那我们也选，比如说白阿姨，来，你觉得哈现在在你的心中，神是你的什么哈？是你的依靠啊，非常好。是你的拯救，非常好哈。帮助者啊，太棒了哈。好，谢谢谢谢哈，谢谢白阿姨。好，刚才呢我们问了这个弟兄姊妹哈，作为代表啊分享了一下，其实大家说的都对，神是我们的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一样哈，我们要不住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是吧？我们要高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哈。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的心中哈，我觉得哈，神是我们的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哈。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哈，神是我们患难依靠。在主题之前呢，我先希望通过一个实验哈，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到底这个神是我患难中的依靠是啥意思啊？大家注意看哈。我提前呢准备了个道具哈，一个是很普通的这个漏斗啊，一个呢就是很普通的这个乒乓球啊，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啊，都是塑料的。我现在左手拿着漏斗哈，右手拿着乒乓球。如果哈我把这个乒乓球放在这个漏斗里面，然后我松开右手，我松开现在扶着乒乓球的这个右手，大家说这个乒乓球会怎么样？那没啥疑问嘛，对吧？它肯定是这个结果，为啥呢？重力嘛，是不是？这是再简单不过了，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如果同样哈，我还是左手拿漏斗，右手拿乒乓球，我放进去之后哈，我如果用嘴哈朝这个漏斗这个里面吹气哈，大家说这个乒乓球会怎样？那他，您说那能咋样？你不吹它都掉，它吹不更掉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哈，我现在开始吹气哈。左手漏斗，右手乒乓球哈，放在里面，你看，果不其然是吧？吹了气，它果然掉下来了是吧？好，第三个问题哈，同样还是左手拿着漏斗哈，右手拿着乒乓球，还是把乒乓球放在漏斗里。如果我第3次哈很用力的从这个口往里吹气，大家说这个乒乓球会怎样？砰的一下飞出去了，是不是？好，我现在就要吹了哈。坐在前排的家人们小心点哈，不要蹦到你们身上啊！注意看啊，注意看这个乒乓球哈！发生了什么？没看清是不是？再看一遍啊，最后一遍哈！来，依然是左手漏斗啊，右手乒乓球，用力的吹啊！大家注意看乒乓球哈！它发生了什么现象？这个乒乓球啊，它牢牢的在这个漏斗里面，是不是在打转？但是它没有掉下来，对不对？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漏斗掉下来了呢？当我不吹了的时候，没有气了，是不是这个漏斗就啪就掉下来了？好，这个实验就做到这里。接下来呢，我就要解释一下哈，啥意思？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
漏斗吹这个乒乓球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乒乓球它没有掉下来？它为什么滋滋滋滋在这里打转？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解释一下哈。其实呢，这个是跟流体和压强有关的。人们通过研究之后就发现呢，流速和它的压力呢是成反比的。它的流速越快的时候呢，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时候呢，压力就越大。你看它这个漏斗的构型哈，它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弧线的形状？它这个乒乓球是不是一个球形在里面？所以呢，当你用嘴从这个漏斗的孔往里吹气的时候呢，它上面的这个地方啊，它流速是很快的，所以压强比较小。到了下面呢，它空间比较大，所以它流速就慢了，所以压强就大。那下边的大，上边的小，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它就有一个从下到上的一个压力差，这个压力差呢就会顶着这个气球。当这个压力差大过这个乒乓球自身重量的时候呢，这个乒乓球它就不会掉下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浮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飞机现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交通工具哈。飞机之所以能够起飞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早在1726年呢，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呢，叫做这个伯努利哈，是他很系统的发现、整理、归纳出来了这个原理，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呢伯努利原理。它飞机的翅膀哈，它之所以设计成上面是弧线，下面是平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呢，这个空气在飞机翅膀上方流速快，压力小，下方大，所以就有一个从下往上顶的这个力哈，所以呢，这个飞机就能够飞起来哈。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就是这个原理哈。解释完这个原理之后呢，更重要的是哈，我想跟大家通过这个实验分享哈，有关属灵的比喻哈。这个乒乓球呢，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哈，而这个漏斗呢，就好像是神。在漏斗之外的这个气流呢，就好像是这个世界呀、魔鬼呀、老我呀给我们的攻击呀、逼迫呀、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呀，这个世界这些潮流的声音呐，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呢是试探。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没有这个漏斗，这个乒乓球就在这里，风一吹它会怎么样？它肯定会跑掉的，因为它没有遮盖，是不是？但是有人说，哎，那从漏斗里不也是吹了气吗？这个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从神而来，神许可的患难。这些是什么？是试炼。因为圣经里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从神而来的和从魔鬼而来的同样都是风，同样都是患难，但是区别是什么呢？魔鬼为了试探我们，但神是试炼我们。魔鬼就是想伤害我们，但神借着试炼呢，却想要让我们变得更成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哈。所以神就像这个大漏斗一样哈，当有危险的气流吹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躲进了神的这个保护中呢，祈求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这样呢，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哈，我们总是能在神里面得到保护和遮盖哈。而如果我们任意而为哈，故意离开上帝的保护，企图通过自己的办法想要躲避这些风浪，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哈，注定会是以失败告终的。就刚才说的，没有这个漏斗，你就直接对着乒乓球吹，它一定就是跑掉了哈。所以说哈，神曾经在圣经当中啊，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撒母耳记下、诗篇、箴言书这3节经文。我们发现啊，不管是撒母耳记下、诗篇呢、箴言呢，都说到了这节相同的意思哈。神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这件事情啊，神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我们说起过。所以这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在患难中要来倚靠神，不要想着靠自己的办法，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的。它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它肯定承受不住风，但是呢，当有一个漏斗把它扣住的时候有风吹过的时候漏斗就能成为很好的保护
接下来呢，我想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哈，大家通过看刚才的实验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同样是往这个漏斗里吹气，第二次吹气的时候，啪，它就掉下去了，是不是？第三次呼的时候吹，它就滋滋在打转，就没有掉下去，是不是？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都是吹气吗？那怎么就一次吹就掉了呢？怎么再吹就不掉了呢？这个持续性啊，或者呢，力量啊，或者呢，气大了，对不对？第三次吹的时候是呼的吹，是不是？第二次吹的时候是呼吹一下，是不是？它的速度不一样，是不是？第二次吹的时候呢，速度是比较慢的啊，第三次吹呢，速度比较快。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它只有速度足够大的时候，这个压强差才会足够大，它才能撑得起来它自身的重量。你发现飞机虽然有翅膀啊，但是飞机是怎么起飞的？是不是你看机场都是有长长的一条跑道，飞机起飞前要干嘛？加速。它静止的时候虽然有翅膀，但是飞不飞得起来？它是怎么能起飞呢？你看飞机起飞前都是吧？它是越来越快，快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它才能飞起来，对不对？为啥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速度越快的时候，它这个压强差才越大，它的压强差大到它能超过它的重力的时候，它才能把它升起来嘛。它小于它重力的时候，它肯定会往下掉嘛。我讲这个意思是想说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比喻，这个吹进去的风相当于什么？患难，是不是？你会发现啊，我刚才说这个乒乓球就好像我们，这个漏斗就好像上帝。当没有患难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乒乓球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患难只是一点点，不是很大呢？当这个患难很大的时候呢？是不是区别？我想讲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神很多时候会允许我们的生命中发生患难？因为人性。你发现啊，有些基督徒生活特别顺利的时候，他往往想到的不是感恩，而是什么？堕落。堕落。当一个基督徒身体也很健康，工作也很顺利啊，孩子学习也非常认真，成绩又好，生活中没有任何的烦心事儿，我们往往都会觉得呢，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日子不就应该是这样吗？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在这种非常安逸、没有患难的日子当中，会产生什么行为呢？读经祷告不规律。想起来读就读一下，想起来祷告就祷告一下，忘了就不读了，忘了就不祷告了哈。小组聚会呢，主日聚会呢不积极，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想迟到就迟到，想早退呢就早退。参加服事没有动力，明明有机会呢，但是嫌麻烦，找借口，就是不积极参加服事。你发现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中很安逸，他没有任何患难，什么都很顺利的时候，往往他就懒惰了，就懈怠了。这就是中国人老话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是很奇妙的一点你发现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遇到了患难的时候，他往往会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如果你想想，他的身体生了非常严重的疾病，被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病床被从普通病房推到了 ICU 里面，如果他的工作出现了问题，面临着随时都能被公司老板裁员，随时都可能会失业，他会怎样？如果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严重下滑，连着几次考试，次次都是班级倒数第一，他会咋样？如果他开车上路，刮到了别人的车子，甚至撞死了人，被对方索要天价的赔款，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基督徒他会做什么？他还会不会想祷告就祷告，不想读经就不读经聚会很随便？这么多年来我们听到过无数的类似这样情况的见证，几乎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事后分享见证的时候都怎么讲？
哎呀，那段时间呢，我天天为了这个事儿祷告啊。哎呀，我每次到了小组的时候啊，我都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哎呀，每次到了主日啊，我到了教会啊，都请牧师们、长老们为我祷告。哎呀，最后神听了我的祷告，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发现是不是这样？当患难非常大，大到他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解决的时候，他一定会来想到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是非常大，他觉得靠他自己能解决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来亲近神，他是不是就和神远离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当这个气流很小的时候，他这个气球他还是会远离这个漏斗的。只有当这个气流很大很大的时候，你发现是不是这个乒乓球才紧紧的倚靠在漏斗里？吹的气流越大，这个乒乓球跟这个漏斗依靠的越紧密，是不是这个原理？你发现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神很多时候允许一些患难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刚才说了吧，风分为两种，一种是漏斗外的风，一种是从漏斗里吹进去的风，这是从神而来，神许可的吧？那为啥神会许可这些风吹到我们的乒乓球上呢？因为人都是神造的，神太了解我们了。你说神了不了解我们人性的这一面？他就知道我们一定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以当我们的生活非常安逸，而且你还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属灵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属灵生活非常不规律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疏远了的时候，马上就要发生危险的时候，神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患难，是提醒我们干嘛？孩子，你走远了，你要回来呀！阿们。神借着这些患难在提醒我们要紧密的倚靠在神的这个保护里，是不是要紧密的倚靠？你走远了，没有这个保护了，那任意的风都可以吹到它上面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借着这个实验想要跟大家说的是，第一，漏斗很重要，你得有一个保护，你没有肯定是受伤更大。第二，有了这个保护之后，为什么还有风呢？那神你保护我了，为啥我还会经历患难？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问一问自己，很多基督徒这个遇到很多患难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质问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一切？想不明白为什么我都已经有神了，为什么还会有患难呢？是不是曾经很多基督徒都有过这个困扰的问题？我信神了，神不是应该给我平安吗？那我为什么生命中还遇到患难？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唯一，但我今天想分享的是，这个答案之一是什么？是有可能我们在安逸中忘记了亲近神，所以神借着患难提醒我们要来重新依靠他。阿们。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借着这个实验的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在患难当中牢牢的来依靠神。患难与我们是有益的，会激发我们更加倚靠神的心。这就是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内容圣经当中有没有说到这样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4节经文。来，诗篇也好，约伯记也好，反反复复的在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讲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什么？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受苦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有好处的。因为没有苦难，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控制不住这个人性，滑向堕落约伯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生在世一定会遇到患难的，患难会多到什么程度？像火星噼里啪啦这样的多但是呢，紧接着约伯话锋一转，却说了另外一句非常感人的话，虽然患难有这么多，但是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当约伯带着这样的信心把自己完全托付他的时候最后他终于跟3个朋友辩论完之后，神亲自的跟他说话。所以约伯听见了神给他的回答之后，感慨良多说了非常经典的一句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也盼望家人们当我们生命中经历这样患难的时候，不妨也学习约伯一样，就想一想什么事都是从神来的，
神允许了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我就好好的依靠神，去顺服，去经历。神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当经历过这一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会有约伯这样的感受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我从前只是风闻听到神，现在我真的是亲眼看到了神的慈爱、大能啊、保守。阿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哈，我特别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患难是使我们能够激发出对神依靠的心。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神是我生命的源头。在这个主题当中，我首先呢也是找到了一个实验，我依然是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实验，然后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实验它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这里呢有一个空的这个试管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现在呢把它倒上水这里呢有一个空的碗啥都没有，我现在用手指把这个试管堵住然后呢把它倒过来。这个时候我如果松开我的手指大家说这个试管里的水会发生什么现象？我如果松开我这个右手的食指，这个试管里的水会怎么样？那毫无疑问嘛，这没啥好说的，这啥原因呢？那重力嘛，对吧？那重力把水就拉下来了嘛，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来，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同样还是这个试管我依然把它里面倒进去水还是一试管的水这个时候呢，我再往这个碗里倒一些水。现在呢，这个碗里面有了一碗的水我左手呢就拖着这一碗的水，右手呢还是这一试管的水，我依然用我的手指把这个试管堵住。现在呢，我依然是把这个试管倒过来，和第一次的区别是啥呢？我把它放到这个水里面，看到了吧？现在如果我松开手指的话，大家说这个试管里的水会发生什么？它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呢，我把这个试管放在这个水面下放在碗的水面下然后我在水面下把这个手指松开。大家发现一个什么现象？你看到试管上方这个水面了吗？甚至我上下移动它，你发现它有没有改变？我左右摇晃它呢，我前后摇晃它，我随意的摇晃它，只要这个试管的下面在这个水里，你发现试管里的这个水是不是没啥变化？不管我怎么动它，我怎么摇晃它，我怎么弄它，你看它是不是都是没变化？如果我这个时候慢慢的往上拉，把这个试管拉出水面呢？如果我用右手把这个试管往上拉出这个碗的水面呢？大家说这个试管里的水会怎么样？拉出来，它是不是就又流下去了？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做的第二个实验接下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一次的时候这很简单，因为底下啥也没有，那你就松开之后，它重力肯定会把水拽下去的。第二次当它放在这个水面下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个水没有掉下去呢？因为呢，这个试管里它是不是有一小节空气你堵住了之后倒过来，是不是水在下面，这个空气就跑到上面去了？让它连接在当这个试管的水和这个碗里的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水呢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水的外边就是这个碗的上方也是一个大气压，这个试管里的这一小节的空气呢也是一个大气压，所以呢这两个地方的大气压是一样的，它没有压力差。既然没有压力差，所以水呢也不会从试管流到碗里，碗里的水呢也不会流进试管里，因为它压力是一样的，没有谁压谁。大家这样讲理解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理所以即使它插到水里之后，你怎么动它，它都不会变的。但为啥拿出来之后它就流下去了呢？因为它脱离了这个连接，它下面没有这个水的支撑了，所以重力就再一次把它拉下去了，是不是讲完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通过这个实验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属灵里的比喻是啥意思。第一次、第二次试管都是被倒立过来了，第一次、第二次试管里都有水，这都是一样的，但是区别就是第一次水流出来了，第二次没流出来。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是啥呢？是因为这个碗里有水，对不对？
如果碗里没有水，你倒100次它都会流出去的，是不是这个原理？我想讲的是，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好像是这个试管里的水一样，而神的生命呢，就好像是江河湖海当中的水一样，宽广到无法计量的。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即使遇到了起伏颠簸呀，但我们依然能岿然不动。你发现这个管子在里面上下左右，我怎么弄它？你看这个水是不是都不流出来？可是当它没有水的时候，我只是轻轻地把手指一松开，它是不是哗就掉下去了？区别就是因为它连在了这么多的水里面，有这么多的水给它做一个支撑，是它的根基，是不是？它没有水的话，你一点点的晃动它都承受不了。可是有了水，你怎么晃它？你看这个试管里的水，它都没有动嘛，是不是？所以我想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我说的，神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为什么这个水它经历风浪的时候，它依然能不动？是因为它连接在了这个源头上，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水给它作为支撑，所以它才能够做到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2点，神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需要连接在这个源头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很多年前呢，我曾经读过一个作家啊，他叫龙应台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呢，叫《亲爱的安德烈》哈。这安德烈呢是他的儿子的名字哈。当时呢，他人在台湾，他儿子在德国留学哈。那母亲想念孩子，就想要跟儿子有沟通，但是呢，那个时候信息还不是很发达，所以呢，他们母子2人呢就通过写信的方式啊，就妈妈写一封，儿子收到就再写一封邮回来。妈妈收到再写一封，再邮过去，写一封，再就这样一封这样往来。后来呢，他妈妈就觉得这些书信呢非常好，就把它整理呢，就成了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名字就叫《亲爱的安德烈》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就记录了他们母子2人，也是2代人沟通的一些内容。其中呢，他妈妈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个在德国哈，这么一个开放的这个西欧国家哈，说你生活的怎么样啊？你在这个学校里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事啊？然后从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得越来越深入，就说你这个周边的同学里有没有人吸毒？有没有人婚前同居？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母子2人的聊天就借着这个信呢，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哈。后来呢，他儿子他断然的说：“我没有哈，妈你不要再问了。”然后呢，他妈就讲哈，他说：“儿子，我相信你哈，但是呢，妈妈还是要语重心长的跟你讲一番话哈。”他就讲起来了他当年的往事哈。他从小是在台湾乡村哈长大的，就是土路，下了雨就都是泥巴的啊，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他说跟你现在的童年那真是没法比，你们太幸福了哈。但是呢，我当时小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时候，我没觉得这样的环境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我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的呀，每天就是很熟悉的乡里乡亲呢，每天就是上学放学回来吃饭睡觉啊，大家就是民风很淳朴嘛，邻居很和睦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房门前就是条河呀，没事就下水玩玩水呀。我一直没觉得我这个日子过得对我来说多重要，直到我当时去美国留学之后，才意识到。当时他妈妈呢，通过这个勤奋的学习呢，读大学的时候就终于离开了台湾，去了美国。他说这是我人生当中第1次离开台湾哈。他说我坐在飞机上哈，当飞机即将在曼哈顿上空降落的时候，正好是夜晚，我就通过这个飞机的舷窗就看到了曼哈顿的夜景哎呀，满城的一片灯火哈。说我从小长到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到晚上这个时候了，居然一个城市能热闹到这种程度哈。他下了飞机，到了学校报到，然后开始生活，然后就发现，哇哟，这个国际大都市灯红酒绿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就发现每一天这些认知都在冲击着他。他说这跟我从小长到大的台湾的农村大不一样哈。但是他说了很重要的一点，虽然这个大都市有这么多的繁华灯红酒绿，但是我当年并没有去跟着他们这个本地的这些同学们每天晚上流连于酒吧呀，每天去这个浓妆艳抹呀，就做这些事情。他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他就讲到了，是我从小到大在农村长大的这段生活，是这段生活深深的影响着我，是乡里乡亲之间这些美好的人性，这些朴实的品格一直在影响着我，使我意识到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好比是什么呢？就是他讲他说人生就好像是在一片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一样，这个船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锚。航行的时候呢，锚是收起来的，但是遇到风浪，你附近没有港口，没有岛，你没有地方办法停靠的时候，最安全的办法是什么？把这个锚抛下去，让这个锚勾在这个海底，这个时候这个船才不会被风浪吹得动来动去的，对不对？他就讲我从小到大生活的这个台湾的农村生活，就好像是这个锚一样。我现在这艘船从台湾开到了美国，开到了这么大一个都市，我见到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但是我永远没有忘记这个锚在哪儿，所以我没有被这些物欲横流的事情影响。所以他写这封信给他儿子安德烈就讲，妈妈想告诉你的就是，你现在在德国，你也会面临这些情况的，但是我希望你能保持你从小的那颗善良纯正的心，不要被这个大世界花花世界灯红酒绿迷乱了眼。我这样讲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这是他作为一个妈妈一个母亲语重心长的给他儿子写的这个。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啥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你说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也像是一片大海上的船一样？是不是也有风浪？刚才说过了吧，这个漏斗里外都有风的。但是当这些风吹上我们的时候，这个锚是不是很重要？你只有这个锚啪一下甩下去，牢牢地勾住海底，这个船才不会被风吹得动来动去的。那这个锚是啥？就是我们的神呢，阿们。神就是我们的这个锚，不管这个船你走在海里哪个方位哪个地方，但是只要有这个锚在，它只要牢牢的勾住之后，不管风浪怎么吹，这个船都不会动摇的。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神是我们的这个源头，神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依靠，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一个船没了锚，它遇到风浪的时候会非常危险，啪一个大浪打过来，它可能直接就分崩离析了。我再讲一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我是想这个锚有多重要。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是4人间，我们4个男孩，我们住一个宿舍。有一天呢，我就发现我一个舍友他在那儿刷英语题。我们都已经读研了根本都不需要有英语考试了。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在这刷什么英语题呢？然后我一看呢，他在刷啥呢？在刷 BEC 就是叫 Business English of Cambridge， 就是剑桥商务英语。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证书，就是如果你要想进一些中外合资企业或者是纯外资的企业，你有了这个剑桥商务英语证书呢，你在面试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加分项。所以呢，很多人为了能够进一个好的外企或者合资企业，都会选择去考这么个证书。但问题是呢，这个证书也不是非常简单的，它也是需要复习准备一段时间去考。但问题是有些人他想考证书，他第一没时间预备，第二他也没这个能力，但他还需要，那怎么办？他就找枪手。大家知道枪手是啥吧？替别人作弊考试的人这是行内话叫枪手。他自己需要考这个证，一没时间考，二他也没这个能力，怎么办？花一笔钱找一个人，让他来帮他复习，让他去帮他考试，他把他的什么身份证、复印件、准考证书巴拉巴拉都给他，然后他拿着这些东西去帮这个人考试，考完了之后把这证书给这个人。听明白了吧？所以呢，两方都受益嘛。他呢需要这个证，帮他考的人能得到钱。他听明白这意思了吧？我的舍友当时干的就是这个事儿。所以呢，我跟他一聊才发现我说难怪你在这里刷英语题我就过去也看了看，我说也行不是太难因为当时我了解了一下，我俩4、6级成绩差不多。其实这个事情要我来做，我也能做，但是我有没有去做呢？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报酬是多大基本上对于他这种水平的人，我们这种水平的人，考试前花1个礼拜的时间看一看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就能过了。比如说100分，60分是及格线，你不需要考到98、99你考61就可以了嘛。
我讲这意思大家明白吧？所以基本上1个礼拜的时间那差不多了。对方跟他说的是，考之前我先给你50%的报酬，考完了之后能过，我再把另外50%给你。这样讲的啊。考之前先给50%，多少呢？4位数，还是不小的一个4位数。如果考过了，再加上后边的50%的那4位数，那就是个5位数啊。但问题就是他只需要花1个礼拜的时间弄一弄哈。那你说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还在上学的学生来说诱不诱人呢？那你觉得这个数字诱不诱人？只需要7天的时间哦，你就可以拿到5位数哦。这5位数够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花多久？你要知道。所以当时我也面临一个抉择，那你说我要不要做这个事呢？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呢？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没有动用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这个锚，阿们。因为有信仰，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神不喜悦的？说白了是不是犯罪？撒谎骗人，这是不是犯罪？你就不是你自己，你明明是给别人考，那这是不是就是撒谎犯罪？且不说他还违法，那听人考试就是违法的，抓住了就要罚钱的。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明知道他很挣钱，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可以干这个事情的。且不说中国老话也讲说君子爱财，取之。连我们没有信仰的老祖宗况且都能说出这句话，你说更何况我们是基督徒，是不是更不应该做这种事情？所以即使我问到了这个数字，即使这个数字让人很动心，但也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讲这个锚非常重要。如果当时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说不定就不是这个态度了，我很有可能会说啥？哎，哥们儿，给我也介绍一笔，是吧？干这样的事情的非常多啊，新闻里面大家不一定能见得到，因为这都是见不得光的，他怎么可能会被新闻报道出来呢？都是私下里交易的，但这确实是事实。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学啥的哈，我可以告诉大家，利用我所学的知识，你给我需要的材料、设备和时间，我也可以在半个月之内给你1公斤的冰毒。我天哪，我搞这一单，我1年不用工作了。我虽然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会动用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因为啥？因为这个锚，阿们，这个锚很重要，这是你的约束力，它能约束我们不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之前就曾经跟我爸聊过这个问题哈，就是他戒烟戒酒这个事。其实他没有戒烟戒酒之前，我妈跟他说了无数遍，你说他知不知道抽烟喝酒不好？知道，但是他还是戒不掉。最终还是靠着神戒掉的。现在他为啥不抽了呢？他自己也讲，他说不是说因为我自己意志力有多高，是神在约束我，让我不要再动这个念头，我就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了。这个锚是改变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巴拉巴拉巴拉说的，哎，抽烟对身体不好，没用的。我妈说了多少年，大家明白这意思吧？真正改变人的是这个锚，是你心里的这个神，是你的信仰。它时时刻刻约束着你的道德品格和你的思维意志，阿们。所以我想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最后哈，我用郑板桥的《竹石》这首诗呢，来为这个段落做一个结束。郑板桥先生在清朝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啊，诗的题目叫《竹石》。这首诗说了很短啊，只有4句话，但是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竹子是啥呢？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呀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啥意思呢？就说这个竹子啊，它的根呢深深的扎在这个青山的石头里面，牢牢抓住不放松。立根是在这个破碎的这个岩石当中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不管怎么样的磨练攻击啊，这个竹子还是很坚韧的，直挺挺的立在这里。任管你东南西北风随便刮，这个竹子你看它也是宁折不弯的，对不对？所以郑板桥先生写这句诗呢，歌颂的看似是竹子的品格，其实呢他也是在讲君子哈。真正的君子是不为这些强权的这些势力去折腰的，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所以当时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首诗，我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改编，今天也送给大家哈。第一句我把它改成了什么呢？我们一句一句来放哈。来，第一句哈，咬定圣灵哈不放松，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咬定圣灵不放松，是吧？第二句哈，立根原在圣经中，是吧？基督徒是不是把自己的信仰应该扎根在圣经神的话里面？第三句哈，千试万探还坚劲，不管魔鬼千万次的试探我们，是不是我们仍然要很坚定的牢牢的持守住信仰？最后一句哈，任鬼东西南北风，你爱咋咋地，就是要信主，是不是？是这意思吧？后来呢，我一想，哎呀，人家郑先生也写了一首题目叫《竹石》，那我这个诗起个啥名呢？好，后来想了老半天，想了一个名字，来，我们放出来哈。这个名字是啥哈？这首诗我也给它起了2个字的名字，叫密接。这个疫情那些年呢，这个很害怕看到这个字哈。这一收到短剧，他就我码怎么黄了是吧？啊，怎么是密接？提到这2个字都是闻之色变是吧？都不希望拥有这2个字。但我讲这个是啥意思？我们基督徒要紧密的连接在神的生命里，阿们。这个密接是不是要跟神成为密接？是不是这样？我想牢牢的扎根在圣经中，是不是紧密的连接呀？所以我起了名字叫密接，是不是？还挺合适的吧？所以今天呢，我也把这首诗送给大家哈，就希望借着这个诗表达的就是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需要跟这个源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才能使我们刚才说了，就像这个试管一样哈，经历风浪怎么晃它都不会动摇的哈。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2点哈。好，最后哈，我们来看哈，有人说这个李弟兄啊，圣经里有哪些经文说到了这个真理呢？来，我们看看神在圣经里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哈。诗篇也好，启示录也好哈，还有约翰福音也好，都多次的说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节啊相应的经文。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哈，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是早在诗篇里就说到的哈。启示录里也说了哈，在将来新的耶路撒冷城当中啊，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呀，啊，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是不是从神那里？神才是这个河的源头，是吧？然后河边还有果子有树啊，对不对？另外约翰福音也说了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我只是挑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哈。所有这些经文是不是都在讲同样这个道理？都是在讲了神才是那个源头，我们得连接到这个源头上，对不对？离开了就枯干了啊，就干涸了。所以啊，盼望个人家为人们哈，我们都能够呢把自己的生命牢牢的连接在神的生命中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第3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是我的吸引力。神是什么呢？神是我的吸引力哈。为啥讲神是我的吸引力啊？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实验哈，这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普通的气球哈。现在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哈，我要拿一个钉子呢，把这个水瓶啊下边扎一个洞，扎一个洞之后，水会流出来，有一股细流，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啊，现在这个水呢在哗哗的往外流啊，我要做一个事情呢，就是拿这个气球啊来摩擦我的头发啊，用力的磨，摩擦完之后呢，我要用摩擦了这个头发的气球啊，去靠近这个水流。大家猜啊，当这个摩擦了头发之后的这个气球靠近这个水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他用头发摩擦了这个气球之后哈，当这个气球靠近这个水流的时候，你仔细看啊，仔细看它这个气球和水流之间会发生什么变化啊？要很用心的看啊，它是一个很微小但是能看得清的一个变化。水流是不是被这个气球吸引了，往这个气球的这个方向偏了？这就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这个分享的第3个实验哈。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看到哈，当这个气球啊摩擦了这个头发之后哈，靠近这个水流的时候，这个水流呢就被吸引向了这个气球的那个地方，就是气球摩擦了头发的那个地方。为啥呢？它为啥这个气球摩擦了头发之后靠近这个水流的时候它就被吸引过去了呢？啊，摩擦有电啊，因为有电产生哈，那有电产生它怎么就能吸引住这个水流呢？啊，
好，解释一下哈，因为呢，这个气球呢，它是橡胶材质的哈。那我们的头发里呢，有很多这个纤维的物质，包括其实你摩擦毛衣啊，这个衣服啊，布料也可以。就是当橡胶和这些东西摩擦之后呢，它会带上负电荷。那水里面呢，其实也有正电荷，也有负电荷。所以当这个带负电荷的气球靠近这个水流的时候呢，靠近水流的那一侧呢，就是分布着正电荷。根据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原理，因为气球是负电荷，水流靠近那一端是正电荷，所以正负它就相吸，所以是靠着这个静电的这个吸引力哈，水流它就被吸到了这个气球的那一侧哈，就是因为摩擦起了静电，而水里头也带电荷，所以带了静电的这个气球靠近这个水流的时候呢，水流就被吸到这个气球一方了。好了，这个实验解释完了哈。但重要的是这个实验的意义哈，借着这个实验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好像是这个水流一样哈，而神呢就好像是这个气球一样。当神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被神吸引来亲近神的。阿们。这个道理啊，看似非常简单哈，可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发现却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很多基督徒的眼光和心思常常不是被神吸引，而是被啥吸引呢？抖音、快手、微博、搞笑视频、手机游戏、花边新闻、各种花里胡哨的潮流单品啊，某某牌子最近又上新衣服啦。又上新裤子啦，又上新鞋子啦，哪个帽子又更新啦，什么什么牌子的包包又有新品了，化妆品又更新了，新款的哪个牌子的手机又上市了，平板电脑又更新了，甚至是什么猫猫狗狗花鸟虫鱼各种宠物。你发现哈，很多基督徒是不是把自己的好多的时间的生命都是被这些东西在吸引？很多时候哈，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眼光和心思，常常都是会被这个世界的外在的这些事情所吸引。我刚才所列的这么多的内容哈，我一定要解释一点哈，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一定要说清楚哈。基督徒可不可以买新款的衣服穿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养猫猫狗狗？基督徒可不可以穿一双漂漂亮亮的新鞋子出门？没问题，对不对？那难不成我们为了荣耀神还光着身子出门吗？神本来造这一切也都是为了给我们服务的，供我们享用的。基督徒购买使用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我讲的是吸引这件事情。基督徒不应该被这些事情吸引到，甚至它比神对你的吸引力还大。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大家听明白了吧？你可以养这些东西，买这些东西，用这些没有问题，你可以花心思在这上，但是你不能完全的一门心思的80%、90%的心思都在这上，就只给神留了10%，甚至都不到。我讲这意思大家明白吧？你应该最重要的是被神吸引，而不是被这些事情吸引。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明白我讲这意思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现今的这个社会它就是这样的。飞机越造越大，高铁越修越快，外卖越来越方便，人们越来越适应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了，甚至快到什么程度，连读经祷告都很快，应付了事，趁着睡觉前的时间赶快读一读啊，趁着这个睡觉前的时间赶紧祷告几句话，草了事，赶紧阿们啊，结束了。然后呢，然后把时间挤出来多刷一会儿手机，是不是这样？你发现很多基督徒生活节奏快到连读经祷告也挺快的啊，他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快节奏哈，所以很多基督徒越来越难静下心来，慢下来，细细的去研读圣经，仔细的去咀嚼神的话语，走心的和神说几句心里话，认认真真的祷告一会儿。人们被这个世界的各种声音呢、画面呢吸引，渐渐的就对和神有关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你发现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先例哦，早在旧约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事情？神说了，你们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以色列的女子也不可以嫁给外邦的男人，不可以通婚，是不是啊？为啥？因为外邦人做一件什么事儿？拜偶像。
所以结了婚之后势必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你看这个所罗门娶了那么多老婆，甚至还因为他老婆信了什么什么神，给他老婆的那个神建了个什么什么殿。连君王况且如此，你更不要说百姓。你发现是不是这样？利未记也好，生命记也好，反反复复在讲这个事情。你发现以色列人跟神是不是就是拉锯战？遇到了患难，神兴起一个士师拯救他们亲近神。过了一段时间又忘了，拜假神偶像，各种犯罪神又兴起患难，主拯救我们神又兴起一个士师拯救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犯罪又被外邦攻击神拯救我们，又兴士师，是不是？你看士师记是不是讲这个东西？你发现老祖宗就这样，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渐渐的就失去了对神的兴趣，眼光心思就跑到外邦神的这个偶像那个事情上。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于基督徒非常重要，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甚至有的做父母的因为刷手机忽视了自己孩子的学习，做夫妻的在刷手机忽略了对彼此的关心，做子女的因为刷手机忽略了孝敬自己的父母。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通通都乱套了，越来越疏远了。所以说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几节经文不管是在马太福音、哥林多后书还是耶利米书当中，都说到了这些事情。马太福音、哥林多后书、耶利米书都在讲这个事情。马太福音说得很清楚，不要在乎这些，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生命，对不对？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这些更重要的。哥林多后书也讲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睛能看到的这些吃喝穿用这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灵魂的事情，那才是永生的，是永远的耶利米书当中也说了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神以什么吸引我们？所以就是说神既然是用慈爱吸引我们的，我们也当被神的这个慈爱来吸引。我们应当思虑的是天上的事，将来的事，永生的事，应当是被这些事物吸引，然后来思考是现在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行。阿们。这个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所以盼望大家呢都能够深深的被神吸引，从我们自己开始呢做一个好榜样，进而呢去影响我们的孩子父母夫妻朋友甚至是我们的同事上司下属也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见证，来愿意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阿们。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神希望我们被他吸引，不断的神魔术我们像他这样之后，好让我们再去吸引另外的人。神是不是这个心意？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散发这样的吸引力，前提就是我们得先被神来吸引所以呢，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通过今天以上的这3个实验跟大家分享了3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呢，神是我们患难中的依靠有些时候呢，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患难呢，是为了让我们更加亲近他。所以今后大家生命中再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有一天李弟兄在台上用漏斗吹乒乓球来的我就记得他用漏斗吹乒乓球了你就想想那个乒乓球就是我们风越大，这个乒乓球跟漏斗连得越紧，因为这是神美好的一个心意第二神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需要跟这个源头连接，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稳定，能够承受得住动荡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试管，你怎么晃它都不会洒出来的，你怎么晃都不会洒出来的，但前提是有一大盆水连接跟它连在一起它自己那就不行第三个，神也是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应该把眼光和心思呢都定睛在神的计划和心意上所以呢，盼望家人们都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患难的时候，紧紧的倚靠神，把自己的生命呢牢牢的和神连接在一起，单单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深深的被神吸引了。阿们。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祷告。